我和丹丹相识6年了，我们的相识呢是在北京一次做活动上偶遇的。为了他从北京来到天津，一开始刚来天津的时候，可能生活比较辛苦一点。自从他唱了他现在搞工程的这个工作以后，可能因为周围环境的关系吧，然后人就开始有点变了。他认为我这段时间呢，在精神上可能有一些出轨。我在他身边发现了很多女人，这几年，有一些也许是我比较敏感的，有一些也抓到点实际的。如果朋友跟我说见到他跟别的女人在车里怎样怎样，但是我觉得呢，都是一些工作需要和一些正常的交往。然后他经常呢，现在天天的翻我的手机短信，然后 QQ 的聊天记录，然后经常上电信局的调我的通话记录。我已经开始学的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去查他。结果这次就是女孩主动找到了我，然后跟我说一些他们在一块儿的事儿，发一些他们在一块儿的甜蜜的照片，然后质问我到底是他的什么人。所以这一次我真的想放弃了。梦是远远飞翔，你就是我左半边翅膀，感觉不到你的呼吸的心跳和我一起。60年的爱情，现在用2个关键词可以形容：背叛和猜忌。在这个现场，他们的爱情将去向何方？是选择分手，还是继续走下去，订婚，开始新的生活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男主人公小张，27岁，天津房地产管理，年薪10万元；女主人公小丹，27岁，东北模特，年薪10万元。来，有请2位，有请。小张今天为什么来？感情的问题。目的？目的是想挽回这段感情。小丹今天来的目的呢？也是想给他一次机会吧。什么样的机会？因为毕竟跟他走了6年，心里还是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问几个问题好不好？好的，好的。你在小片里有说到，他说他的朋友说看到你跟别的女人在车子里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说那是工作需要，能解释一下这个工作需要吗？只是说一些工作上的正常的男女关系，就是被他就是想的是很复杂。比如说他在车里的时候，他给你怎样的构思？他是构思我跟他是有不正常男女关系，其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或者是你朋友在看到他们在车里做什么了就会不正常？因为有一次我的朋友经常会就是去那个超市里面，是一个超市的地下停车场，然后呢有一次停车的时候看到他的车在那儿停着，但是也没有人，他当时以为我在车里面，然后就给我打个电话，本来是开玩笑似的，就是想逗逗我说，哎姐姐我看到你怎样，然后后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发现我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仔细的在后面观察了很长时间，然后发现他是在和一个别的女人在车里。你跟那个生意伙伴在超市的地下停车场里聊天是吧？对对对，因为我们去买东西，这段呢就让他们已经构思成为一个就是很逻辑性很差的一个东西了，就觉得有很多他们想象一些就是非正常关系那种东西了。对，这个反正听起来勉强可以解释，但是据我所知，好像你发现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是吧？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现他经常会多一些，比如说什么发票之类的呀，或者说就是都是那种女士。他的发票你也看啊？对，他经常翻我东西，我的手包啊，然后钱包啊，经常被他翻。无缘无故的翻，以前是偷着翻，翻到后来就是明目张胆的翻了。他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事情。那是因为你不正常，如果你要是正常的话，我不会做这个。不是，他那个发票上面都有什么呀？都是那些就是女士用的东西，而且到以致在他的车里面会发现香水，然后当我发现的时候，他问我说这是怎么会有香水呢？他说哦，这是我想给你买的，但是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然后结果被你发现了。可是我不觉得那个香水已经放了那么长时间，他都不会给我拿出来。你的生活好累哈，活在推理里。
还有捉奸里啊，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你的眼。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你的钱包里有那么多的什么女性用品的发票啊？肯定是你的车里为什么又有香水啊？香水就是从香水上说，就是真的是送他一个礼物，想给一个惊喜。这个我信，这个我信。他发现了，然后他就把那个香水就按他的逻辑，按他的思维。这个我信了。那些女士用品的发票怎么解释呢？那些都是我，比如说给客户要买一些礼物，当然客户有男有女，我们就帮公司要我去买一些东西，当然聊发票，不可能把东西送人，发票还要给人家。我提醒你看一下3位老师哈，3位老师都在摇头，一定现在都有话要问你啊，有吗？来，丘比特问卷，楚老师为什么摇头？王老师前段时间出演的一部电视剧《手机》当中有一句话，你应该好好的咀嚼一下。叫做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而我们男人以为他们不知不觉。女人的直觉很准的，就不要再狡辩了。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其实我觉得那句话再翻译的直白一点，就是男人有1000个心眼，不如女人的一个直觉。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认为爱情这方面就像抓上一把米一样，如果你攥得越紧，它流失的越多，到最后手上剩的没有1粒米了。我认为就是说，他有些东西就是看得特别紧。好，就经常如果手机要比如不在服务区的话，他经常有一句话就是“人机分离必有问题”。这个还挺合辙押韵的，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这是我朋友跟我说的。叫什么？人机分离必有问题。这肯定是那些这个觉得自己很痛苦的女性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她们总结出来的。还有其他的秘诀吗？别的就没有了。没了哈。这些事儿能不能过？我不允许背叛。背叛没有？我认为不是背叛，只是正常男女涂老师关系。我问一下你，你所指的背叛的界定是什么？你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底线是他刚才正如他所说的，和那些生意上的异性，或者是哪怕是公司的同事，这些我都无所谓。你要知道，男女双方只要有性的存在，就不在乎于什么同事关系那个关系。对啊，比如说很简单的一点，他跟他的女客户勾肩搭背。你愿意吗？你看见了以后，你可以容忍吗？我会愿意啊，他所有的同事都是我的朋友。这个可以接受是吧？对，可以。那搂着腰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啊。亲吻面颊可以接受吗？这我没有碰到过，但是我觉得如果……所以你就一步步的退让，一步步的掉进去了吗？本来他们还在床沿边上，你再一抓紧一逼，这事儿就完了。涂老师，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把他逼到了别人的床上？对呀，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连勾肩搭背都不允许。后来见得多了，慢慢自己就退让了。反正我也跟了他6年了，我也跟着他来到天津了，就一步一步的退呗。张扬，涂老师现在已经认定你已经上了别人的床了，对不对？就像像小丹一样，也认定你上了别人的床了。他这是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上别人的床？没有。他们都是在一个自我的思维空间里，就是自己。包括涂先生、涂老师是吧？我认为是他自己在设计一个剧情，然后他们大伙儿都跟着那个剧情，完全不在现实。我没有界定说他们发生实质性的关系。这精神上上了床和身体上上了床是2回事。精神出轨，他所谓的精神出。你精神出了吗？我认为应该算是没有出轨吧。就是说你的精神也没上别人的床。等等，再说一下，你说应该是没有出轨是什么意思？是憧憬过是吧？因为精神出轨，我觉得这个很难界定这个范围。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女方在一天到晚查你电话，查得你很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身边你的某个工作伙伴，你的红颜知己跟你之间关系很好，正在宽慰你，你有没有想过？觉得有人关心那时候有一些想法啊，但是只是一刹那。你这个回答是诚实的。实际都有过，你要说绝对没有，那肯定不现实。王老师也有过，王老师有过，肯定都有过。他是人，他都有，是人都有啊。这个人要说我绝对没有，那这人100%的撒谎。王老师，您说的是那个精神上床是吧？对，或者你是想入非非啊，或者你是一些遐想啊，或者这个都我觉得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你伤害没伤害对方。如果真的单纯是跟客户或者同事之间的话，我不会太过于敏感的去查他这些东西。换而言之，也就是说，你说他在诡辩是吧？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女人第六感，而且他吧也是属于很倒霉的那种，就是每次我觉得他有一些不对的，都给发现了，只要我一查，肯定就会查到。你说一个女人，这个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要跟你过。
住在你家里，谁吃饱撑的会一天到晚自己折磨自己，担惊受怕，还要在外面把自己老公写的名声那么臭？他是傻子吗？他这样付出，难道你没有感激吗？还认为我们都是帮凶，我们都吃饱撑的，跑到这儿来陪着他骗你，来污蔑你，有必要吗？就是我们是在挽救你，知道吗？不是说骗，他是在一直在误会我，不是说谁骗谁，不存在谁骗谁，在一起大家在一起没有谁骗谁。其实我相信你有很多这样的行为，可能是稍微让他有一些误解，可能你真的还没出格的事还没做。但问题是你为什么在你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不能想想一个女人的感受呢？他就是好多人不会想，就是一个男人的感受，就是天天你的老婆去查你，你有什么感受吗？天天查你短信，天天查你的。那人家为什么会查呢？哎，这话问的特好啊！人家为什么要查你呢？我估计在座的所有男性都被女性都被他的那是你估计，你也是你自己小人之心。你有没有问问是不是都被查过？可以，咱做现场调查，可以很多人都被查过。于老师一定没被查过，我敢保证没有被查过。楚老师，我被查过，但是后来怎么着？所有的电子邮件、所有的 QQ 所有密码，我老婆全知道。她查着查着没劲了，查不出什么东西。她就查着没劲了，后来就不查了。王老师有查过你心爱的男人吗？我没。我想说什么呀？他查你，你不应该有反感，我觉得，因为他心里有你，他才查你。他对于你无所谓，他根本他就不查你。我对他的感情应该说是很深很深。我觉得以前最起码的，可能我活得很已经在他的世界里已经很卑微了。我觉得最起码以前他还把我摆在老婆的位置上。因为他以前一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婆，你记住了，你永远是我老婆，他们只是我的玩具，我玩玩就扔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希望我永远是你的最好的那个玩具。那你这次来说，不舍得扔的那个。那你这次来说，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指什么？他就是不承认这次。你的意思是说让他认错，然后你还愿意跟他继续是吧？或者说至少继续认错是一个前提。我也不知道，我这次心里边很乱。对。与其天天纠结去查找事实，不如用心衡量，能不能和他去过，爱不爱他，或者他爱不爱你就足够了。那个事实不重要了，已经。用在女方身上一句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说你希望成为他最好那个玩具，你已经把你自己跟小三儿放到一块儿去了。信任只有一次，我给你的意见是坚决分手。我吧，我不是特别同意他们俩刚才那个看法。我觉得他如果要真心，你要是真心爱他，真心喜欢他，而且你真心想跟他走下去，不要逼他承认错误，给男人一个面子。实际男人出轨的几率比较多。真的是这样。当你当然我也50多岁的人了啊，当你走回头一看啊，男人出轨的几率特别多，因为他青春年少，他那个荷尔蒙分泌也过多，是真的，他男人就是一个容易移情的动物。王老师有机会不一定就出轨啊。这男方刚才听到王老师说这话时，为什么你鼓掌呢？对，你不要鼓掌。您的话怂恿了他，你知道吗？您不能这样说话。我还没说。你怂恿了他，他的女朋友也怂恿了他。我一会儿要批评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还是您演的那部电视剧《手机》当中，不是怎么说？男人出轨怎么样？女人就得出门。对，那个是，但是太刚强了，太就不行。那个咱们呢，孩子，咱得学会。如果你要真是，咱们今天这叫爱情保卫战。你要想保卫你自己的爱情，你真是喜欢他。如果你不喜欢他，你不会上这个节目。你要真喜欢他，给他点面子。你不能因为这男人这个几率太多了，你第一次你就拍死了，那个你下一个再找个男朋友又有一次你又拍死，你这个不会有金婚的。但是这男孩子我看出来了，你是桃花运挺不断的。你自己怎么看出来的呀？啊，因为我听的，我也看他这个。他这个感觉，哎，对他看这个感觉也不是。你看咱们演影视哈，这个也角色一造型，像他这种造型肯定就要桃花运。就是说他气质里透着桃花是吧？透着点真的确实是这样。而且这个女，
我不是那个唯心主义，我也不是算命先生，确实是这样。女孩子为你来到天津不容易，你一定要珍惜。如果你要是就此分手，将来你老了，你回忆这一段，你都觉得对不住人家。是我很想跟他一起走下去，是白头偕老。因为之前甭管是他误会我，也是我自身有问题，肯定是我们之间都有一些问题。我尽量避免那些就是所谓的。你今天来是干嘛来了？来挽救这段感情。啊？挽救这段感情。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说是来挽救，结果我发现给机会的人像是挽救，想挽救的人恰恰是在给别人机会。这话经典，感觉到了吗？这话经典啊！弄反着。对，你是这样挽救的吗？我们两个都有错啊！你看他哭了，多委屈，这不是一种伤害吗？旁观者清。你是？我是小丹姐的姐妹。祝福他们吧。其实我刚开始挺祝福他们的。他的人真的很好，我能理解他那种感受。你怎么哭了？因为我就是在地下停车场看到那个人。前段时间姐姐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两个有问题，托我去公司，就是通讯公司给他们打了一个清单。现在我的清单带来了。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我只是想让哥哥承认一下，就是做一个诚实的男人，不要在虚伪中生活。我不想让姐姐天天这样猜疑。一个正常的女孩不应该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那个清单能看吗？清单不代表问题吧？您看一下这清单，正常的清单不会每天都会有这样的变化。我提交给专家吧，你们去看吧。涂老师，这个电话最多，这个电话全都是这个。涂老师，看不见。那个看到了什么了？你有必要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吗？187的这个电话，全都是这个电话，是吗？说吧。你现在承认还来得及，要不然我就把它拨打这个电话。还真是哎，孩子还真是。现在看来我说冷静对了哈。接下来我们就黄金60秒，我想知道你们俩此时此刻想留给对方的是什么？来，黄金60秒。小丹，无论之前你对我有什么误会，还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在今天呢，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呢，再郑重地向你求一次婚，希望你能嫁给我。我也知道，我的一些错误敢让你很不开心，也让你深深的伤害到你了。对不起，我以后会改掉我一些毛病，包括和一些客户尽量少的来往，减少一些你对我的误会，和减少一些你对我误会的机会。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吧，让咱能珍视这个6年的感情，能一起走下去。希望你真的好好想一想，给我一次牵手的机会好吗？一会儿有机会，不是要选择吗？60秒来。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很珍惜这6年跟你在一块的感情，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还要经历多少年像现在经历的这些东西。也许我现在能扛得住，但是我不知道我以后还会不会能接受这些东西。而且我怕后悔。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你结婚了，我做的是对还是错？我现在很茫然，我现在不知道。我其实挺后悔刚才我拦的你的。我大概这个话没听错的话，我可能预期了一个结果了。要不然你把你刚才被我阻止那个动作，你再把它做完了。再给我一次牵手的机会吧，我爱你。
我爱你，小丹，你嫁给我吧。请起立哈，请起立，来，请站回来。两位，请回到你们进来的原点，门转开，希望看到你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来，请回。请关门。6年的感情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在这个现场，小张跪地向他的女朋友求婚。当这扇门再打开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继续前进的订婚呢，还是说出分手？现场的观众朋友，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来，请选择。好，61.1%的观众朋友选择了分手，他们不太看好这段感情继续下去。那小张和小丹，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让我们倒数5秒，5、4、3、2、1，请开门。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前前后后，迂迂回回的试探。难受吗？难受。难受。分手了，他走了。我想应该不会的。我想去吃。小丹。放手阔步。